自從賢太妃離世之後，太上皇經常都會喜怒無常。神攞到雲文館嘅朱砂取用記錄，喺呢段時間取用朱砂最多嘅，竟然係佢。太醫話你近日肝鬱氣滯，胃口唔好，呢碗淮山慈實粥係幫助你健脾養胃㗎。你明知朕已經食而無味嘅，仲要朕食呢啲淡如清水嘅淮山粥？咁太上皇你想食乜嘢啊？我叫司膳房為你準備啊。呢啲小事你就從朕安排啦。參見玲瓏公主。參見太上皇，參見淑太妃。平身啦。玲瓏公主，你嚟得啱啦。太上皇嘅胃口欠佳，本宮要重新安排膳食俾太上皇啊。淑太妃放心，兒已經準備咗醒胃小吃俾太上皇啦。若千，元月近嚟見太上皇胃口唔好，係司膳房知道淑太妃準備咗淮山粥俾太上皇。元月怕淮山粥未淡，所以帶咗紫蘇梅同甜嫩薑嚟俾太上皇醒胃。相信太上皇一定會喜歡。玲瓏你真係細心。紫蘇梅、甜嫩薑，酸甜可口，最適合用嚟餸粥啦。太上皇身係大同國運，一定要好好盡善，保重龍體。聖上仲需要太上皇呢個輔助㗎。公主言之有理，嗱，咁一定要食啦。你哋為朕費盡心思，朕似乎都應該接受你哋一番好意。太平，你叫本宮並退左右前來，所謂何事啊？就係驚家醜外傳咯。你講邊個嘅家醜啊？皇兄近日性情變得暴躁易怒，驟起驟禍，情況就好似賢太妃一樣，只係遭人暗下水銀毒所致。落毒？本宮平日照顧太上皇已經好小心噶咯噃，邊個人落嘅毒啊？聽講當年喺豫州，淑太妃曾經有好幾年喺藥鋪度做藥工。過往痛苦日子實在不堪回首，唔好再提。當然要提啦，就係因為你做過藥工，所以你懂得各種藥材嘅特性，更加識得用藥。本宮只係略知皮毛，略懂皮毛已經懂得用水銀毒殺人。你咁講係咩意思啊？你話本宮係殺人兇手啊？賢太妃就係俾你毒殺㗎。你點解冤枉我？係咪我做錯咩事開罪咗你啊？咁賢太妃有咩得罪你啊？佢遇襲受傷之後，病情就每況愈下，有邊個會諗到，竟然係佢身邊最信任嘅人會毒害佢啊？嘢可以亂食，說話真係唔可以亂講噶。賢太妃嘅死，我都好傷心噶。換轉係以前，我真係會俾你呃到。剛才我喺怡光廟度上香，祈願兩位皇嫂保佑皇兄，竟然俾我聞到陣陣嘅沉香味。一問之下，原來之前去上香嘅就係淑太妃你。冇錯，本宮每一日都去怡光廟度上香，有咩問題？問題就係沉香咯。兩位皇嫂一向對沉香抗拒，每次聞到就會頭昏腦脹、嘔吐不止。係咩？當年武皇想賜沉香粉，有言灑喺衣服胃臉上，就會滿室甜香。點知兩位皇嫂一聞到即刻作嘔，你我都在場。有啲咁嘅事？我一啲印象都冇喎。你唔使惺惺作態啦。當時你仲親手煮銀丹草茶俾佢哋，話可以清心解胃。皇兄仲讚你細心賢惠，使唔使我請埋皇兄嚟同你當面對質啊？對咩質？就算我上咗香沉香粉，咁又點啊？你可以懷疑我乜嘢啊？你又可以證明到啲乜嘢啊？證明你表裏不一，表面賢良淑德，其實毒如蛇蠍，真係恐怖得令人心寒啊！連太平公主都話本宮恐怖啊？咁本宮應該深感惶恐啊，定與有榮焉啊？終於俾我睇清楚你嘅真面目啦！
其實明白本宮嘅人真係唔多，本宮唔似太平你，有咩事都寫晒上面，又出乜嘢禍端壞事，第一個令人懷疑嘅就一定係你。你要兩位皇嫂死不安寧，毒殺同你無冤無仇嘅賢太妃，毒害對你百般照顧嘅皇兄，點解你咁毒辣？你究竟有咩居心啊？當年武王指控兩位皇妃施壓勝之術，喺佢嘅寢宮度都揾到人偶。你而家單憑喺怡光廟個上個香上邊有沉香粉，你就直指我係落毒嘅兇手？太平，你一向人緣差，機心重，眾所周知，你覬覦帝位，亂斬皇權，咁我係咪都可以話你係殺人兇手啊？公主一定唔會係兇手。縱使公主覬覦帝位，於朝堂於後宮肆意橫行，但係佢同父王患難與共，兄妹情深。就算當年被武王連番逼迫，佢都力保父王周全。更何況到今時今日，又有邊個唔知道父王係公主嘅最大靠山？所以我可以肯定，公主一定唔會傷害父王。如果淑太妃，你認為公主就係落毒嘅真兇，咁你實在太唔了解公主。陛下真係睇得透徹。雖然陛下已登帝位，但係只能任免3品以下嘅官員，重大嘅刑罰仲係要由太上皇裁決。照理，最想太上皇遭遇不測嘅，應該係陛下先啱。呢啲咪就係宮中嘅嘴臉咯，利益在眼前，親情放兩邊，為咗權慾名利，上一刻仲係同仇敵愾嘅，下一刻即刻變得反面無情。我哋幾咁無情，都唔及你呢個殺人兇手。你憑咩指控我？就憑你犯過嘅罪，只要你真係有暗下毒手，就一定會留低破綻。我自知學識淺，出身低，作詩寫畫更係一竅不通。既然你對寫詩作畫一竅不通，點解你每月都攞咁多朱砂？何中郎已經查過弘文館嘅記錄，自從賢太妃遇襲受傷開始，你已經定期提取朱砂，數量係後宮之冠。神攞到弘文館由賢太妃發病到而家嘅朱砂取用記錄，發現喺呢段時間取用朱砂最多嘅，竟然係佢。你提取咁多朱砂，到底有咩用途？朱砂有養神安魂、益氣明目之效，本宮攞嚟當然係用嚟提煉水銀，以作落毒之用。朱砂以火炙之，即成水銀。你每次提煉嘅水銀雖然唔多，但係集腋成裘，足以殺人於無形。我請陛下你唔好含血噴人。朱砂我有攞過，但我擺喺一邊，我冇掂過。你有啊？你手上嘅皮疹就係水銀中毒所造成。淑太妃，你隻手啊，因為最近照顧你父王，經常沾水所致。咁有冇趙太醫診症啊？唔需要勞師動眾，只要簡單用藥草煎茶，蒸熏一下就會好噶啦。土茯苓有赤白兩種，入藥用百者良，能利濕去熱，能解興奮、水銀之毒。當時我親眼睇見，你煮嘅係土茯苓茶，你根本就心知肚明，早有準備。你一直處心積慮，故作賢惠仁慈，等皇兄信任你，大家唔防備你，你就狠下毒手。你哋兩個所講嘅只不過係推測，證據咧？就喺當日你親手為父王煮嘅淮山粥入面。淮山粥。當我睇到弘文館你提取朱砂嘅記錄時，我已經對淑太妃你有所懷疑，所以我就暗中拜託玲瓏幫忙，要佢帶一啲小食俾父王。其實係為咗支開你嘅視線，等藥籤可以落手，偷偷換走你帶嚟俾父王嗰碗淮山粥。而父王食嘅其實係玲瓏帶嚟冇毒嗰碗。我隨即命人將你嗰碗淮山粥拎去太醫處檢驗，果然驗出裡面混有水銀。一直以嚟，皇兄都算對你不薄啊！你竟然懷此狼子野心，狠下毒手，害完一個又一個。我嚟之前已經將一切稟明父王，父王對你依然深信不疑，依然懷疑當中有誤。點解你可以變到咁無情、咁狠毒？你哋李家嘅罪孽罄竹難書，我點會唔怨？我點會唔恨？殺唔到李達呢個昏君，我只有怨一句：蒼天無眼，神明不靈。是非自有公論，善惡本於良心。如今鐵證如山，就將你還押大理寺，聽候發落。使乜聽候發落？上方斬馬傑，上斬昏君妖后，下斬亂臣賊子。本宮就要將你呢個賤人斬立決。聖旨到。
聖旨下，淑太妃要交朕親自審問，斬不得。點解你要毒殺妍妃？點解你要毒害朕？我就係要你哋不得好死，不得善終。你真係唔怕朕立即將你處斬？你以為事到如今，我仲會在意我生死咩？再者，昔日嘅周如煙，早已隨佢女兒安懷而去。如今留低你嘅周淑妃，只係一隻要翻嚟復仇嘅厲鬼。當初你母女被發配守靈，多年顛沛流離，對此朕一直悔恨內疚。朕苦心自問，已經盡咗最大努力去補償你，點解你仲要恩將仇報？你唔係想補償我，你只係想你嘅良心好過啫。朕係真心希望同你榮寵與共，白頭相守。榮寵與共，當日你有緣寫畫，陪伴你左右嘅係劉皇子妃同埋竇德妃，從來都唔係我。白頭相守，我被翻配首領，你視而不見。同你相伴相依嘅一直都係妍妃，而唔係我。你當日請妍妃攞藥救安懷，佢為咗幫你，不惜欺上瞞下。而翻嚟之後，佢亦一直視你為姊妹看待，但係你就恩將仇報。佢只係扮咗好人咋。當日被發配嘅發配，賜死嘅賜死，為到佢竟然可以獨善其身，繼續喺宮中做個尊貴嘅妍妃，金衣玉食，無憂富足。仲有你兩位王妃，遭人扣陷壓勝之術，但就連累埋我被發配首領。到你登基為帝嘅時候，你淨係記得追封你兩個為後，因為同你生嘅係仔。咁我咧，我繼續仲要同我個安懷顛沛流離，朝不保夕。對你同安懷，朕一直深感歉疚，只係不敢去觸及傷疤。你唔需要在門口放言廢話連篇。你答應留喺宮中，只係處心積慮，自己要報復朕。安懷有手抱咁大，就跟隨我在外孤苦漂泊。我哋住嘅係陵墓石室，食嘅係粗糧，飲嘅係冷水。安懷嘅病真係咁樣捱出嚟嘅。你以為施少少恩，認一句錯，我對你嘅怨恨就可以煙消雲散？原來你當時流嘅眼淚，唔係出自動容嘅真心，而係埋藏殺意嘅禍心。心如死灰，此生不見呢8個字，我從未忘記。你既然咁憎朕、怨朕、恨朕，點解仲要留喺朕嘅身邊？恨生仇，仇生敵，敵生我。我唔單止要你死，我仲要你死得痛苦，受盡折磨。今日就算功虧一簣，我都要你陪葬。如果你心存悔意，我一定要你一命。但係最後一刻，你都依然執迷不悟，就係死有餘辜。翻嚟揾你。恨生仇，仇生敵，
敵生惡，惡生滅，而恨由愛而生。人生數十載，多少忠臣妻妾為朕而死。當日朕要留雨煙喺宮中，係想補償佢多年所受嘅苦痛，但最後換嚟嘅竟然係朕親手將佢刺死。宮中所有人都有目共睹，父王對淑太妃關懷備至，時刻照顧，只可惜佢最終難敵心魔，難解恨怨。恨怨一個人會令自己心力交瘁，痛不欲生。雨煙前半生顛沛流離，後半生心懷仇怨，佢嘅心未有一日安寧。佢始終未能夠諗到放下仇恨就係放過自己。而家呢一個結果，對淑太妃、對父王嚟講，都未嘗唔係一個解脫。父王，唔好再悵惘傷懷。朕明白，往事已矣，來日可追，隨遇而安，放下自在。父王豁達睿智，一定可以做到。朕最慶幸嘅係有你呢一個咁出色嘅孩兒。三王實在愧不敢當。由你全權治國，大唐必定繁榮昌盛。朕對此深信不疑。朕一直憂慮嘅係子嗣嘅成全，大統嘅延續。若果你可以有王子繼後，朕就無顧無憂。幾許風雨，多少春秋，朕日漸老邁，對政事已覺力不從心。朕已經決定，只要鄭超兒為你誕下王子，朕就會將大唐基業、江山皇權完完整整交俾你。朕都係時候真正放下一切，隱居深宮之中，頤養天年。苦心人，天不負。有志者事竟成，預祝陛下大願達成，一統江山。呢段日子，我雖有皇帝之名，卻苦無至高大權。只要鄭超兒為我誕下王子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順以朕自居，仲可以自主任命3品以上官員。下發嘅文書亦無需稱為制書，而可以光明正大咁稱為誥書。到時我就可以成為真正嘅大唐天子，手握乾坤，坐擁天下。陛下誠心所願，蒼天必有回響。陛下一定可以得償所願。到時陛下呢個真龍天子就可以無懼公主嘅威脅，一統天下，造福大唐。天下大定之日，就係我夙願得償之時。到時我必定遂你哋所願，應你哋所求。何離，你講先。臣希望為文傳書院嘅清白平反，為同門嘅枉死討回公道，然後再同玲瓏公主連開並蒂。事有緩急輕重，身為下屬嘅不敢搶先一步。原來如此，臣斗膽，懇請陛下為臣同金嘉玲賜婚。金嘉玲，玲瓏公主嘅嘉玲，係。你嘅保密功夫果然密不透風。我仲擔心你係頑石一塊，會孤獨終老。待到乾坤大統，天下升平，你哋嘅請求，我必定一一應允。謝陛下隆恩。你又識照顧好自己先啦。我進步咗好多噶啦。我每朝卯時就起床散步，食完早點就開始讀書，午時聽住琴音食午飯，
一到戌時就休息安寢，依足你定嘅時刻表，一件不留。我知啊，我都知。你哋叫浣紗監視我，係我哋知道你為咗農藥嘅健康，一定做得到。我哋今早天未光就已經起身去採神露，做咗啲養顏又開胃嘅梅子桂花糕獎勵你。我都知你哋兩個最錫我同黃兒噶啦，所以我有咩要求，你哋都一定會答應我嘅。咁又唔使咁嚴肅，我不過係想改少少時刻表啫。啱啱先讚完你，咁快就想貪懶啊？做人要有恒心，做事要夠認真，你唔可以做個偷懶嘅娘親。咁人攰就要瞓，瞓夠先要起身。我而家行步路都要抱多個人，我不過想改為辰時起床啫嘛。咁都冇相干嘅。咁不如將我哋談心耍劍改埋喺有時啊？唔得，有時你要食晚飯，然後沐浴就寢啊！你都識話你而家唔係一個人咯，你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獨斷獨行啊！唔係啊，因為最近每日聖上都係新時嚟睇我。呢一生為見聖上，就叫佢哋避開九準。唉，同你做姊妹真係心傷凄涼。你哋兩個就高抬貴手就下我啦，我一得閒就會陪你哋噶啦。唉，到你得閒就到我哋冇時間啦。你要見朝思暮想嘅聖上，我哋都要陪兩個玉樹臨風嘅大將。係嘅，係得佢先至會咁稱呼人將軍咋，我從來都冇咁話過學歷噶。唔緊要，把口冇話，個心係咁諗咪得咯。對情人可以口密，不過對姊妹就一定要誠實。總之我哋三個以後就甜甜蜜蜜，開心度日，幸福充實。參見陛下。皇后嚟咗啊？遵儀係嚟奉茶同埋糕點俾陛下。同埋仲有一個好消息想話俾陛下知。係咪揾司馬先生做太傅嘅事有回音啊？太傅未有咁快，不過乃良遵儀已經揾到，所以想同陛下匯報一下。哦。但係遵儀剛才見到陛下批緊奏章，會否有打擾？當然唔會啦，皇后嚟得正好。禮部根據宗族輩分嘅自治，為龍睿擬定咗幾個名字俾我揀選，你嚟到正好可以俾下意見。再繁再烈，義興治帥，自治係包含年比年豐盛、歲比歲興旺嘅含義。以自治為背，想必無論起咩名都可以朗朗上口。全部都係男孩名字。因為我同順熙都覺得，我哋呢個孩兒會係一個王子。本宮都有同感。咁多個名字裏邊，我最屬意呢三個：智輝、智華、智誠。皇后認為呢？輝則有大展宏圖、氣吞山河嘅氣象；華則有奔騰四方、馳騁天下嘅豪情。睇嚟皇后最喜歡就係智輝同智華呢兩個名字。大唐疆域遼闊，四海臣服，咁大唐王之嘅名字當然要響亮恢宏、大氣磅礴。我牽出呢兩個名字，就看重佢哋磅礴氣勢。既然係咁，咁就要從智輝同智華當中揀選一個，成為未來小王子嘅名字。咁就由順熙去揀一個啦。始終係佢懷胎10月嘅孩兒，或者佢另有喜好呢？都係嘅。咁就有勞皇后將呢本奏摺交俾超兒，等佢去決定。呢3個珠筆圈住嘅就係聖上為孩兒揀嘅名字。係啊，本宮同聖上都覺得智華同智輝係最適合，你揀一個啊。但我又覺得呢個名字幾好喎。智誠，誠即承歡膝下，一脈相承，既代表孩兒延續聖上血脈，生生不息，又寄望佢孝思不軌，喺聖上膝下承歡，都唔錯。皇后都喜歡啊！聖上同皇后一向心有靈犀，
既然皇后喜歡，聖上都一定唔會反對。皇兒，以後你就叫志成，好唔好啊？咁就希望佢可以成天之佑，健康出世。本宮已經命人喺安仁殿佈置咗寬敞嘅房間，仲預備咗金製嘅藥材。而家就等龍裔順利誕生。皇后，順熙有件事唔知應唔應該講。你有咩心事，即管同本宮講。之前順熙曾經話過，將來皇兒出世會俾皇后照顧佢、撫養佢。但係相處日久，我發覺自己同皇兒已經血脈相連，無法分割。好想每日都陪住佢，親自睇住佢長大成人。皇后，對唔住，而家佢喺我腹中，我已經咁牽腸掛肚。將來感情日深，我一定更加難捨難離。我仲以為你有咩煩惱，原來係因為呢一件事。本宮都曾經懷過胎，血脈相依、骨肉相連嘅心情，本宮又點會唔明白？多謝皇后體恤，順熙要先行告退，因為我想喺申時前返去迎接聖駕。原來聖上每日申時都去咗分封殿度探你，唔怪得最近唔見聖上喺書房度批閱奏章。聖上為免耽誤朝政，所以將奏章搬去分封殿批閱。聖上對你真係有心。聖上同皇后體恤順熙係順熙嘅福氣，順熙先行告退。超兒慢啊！嗰隻係咪喜鵲啊？的確係喜鵲啊！喜鵲登枝，吉祥如意，實屬吉兆。但你今日有機會，本宮可想親眼一睹。民間都有流傳，摸個喜鵲蛋，年年有子生啊！本宮吩咐你嘅事辦成點？已經按照皇后吩咐，同各殿各房嘅宮婢都已經混熟，兼打好關係。一把油嘴，一臉無辜。本宮早知你聲淫有餘。銘封都係沐皇后嘅恩，託皇后嘅福。御花園東院有棵大樹，一直有喜鵲喺上面築巢生蛋。你認為會唔會有人專程爬上樹摸下喜鵲蛋啊？如果嗰棵樹有個美稱，譬如話金雀來朝、喜賜麟兒，應該會有人為此冒險。既然有咁嘅吉兆，就要廣傳開去。只要摸到巢中嘅金雀蛋，就會一索得男，連生貴子。銘封明白，銘封保證呢個傳言好快就會傳遍皇宮，包括某人耳中。超兒，你身懷六甲，害喜乃平常不過嘅事，所以以防萬一，本宮命人整咗楊梅俾你，唔單止可以解孕吐之苦，仲可以開胃生津。謝皇后，順熙雖然未有害喜，但一直都喜歡甜甜酸酸嘅果子。本宮送你楊梅係因為楊梅甜中帶酸，取其添酸之意，希望你可以為太上皇添個男孫。原來仲有個咁好嘅兆頭㗎！聽講多食芹菜就會生個勤勤力力嘅孩兒，食胡瓜就會子孫萬代，多子多福。係，順熙都係第一次聽。你而家身懷龍裔，一切都要講求如意長歲，所以本宮已經命上宮局為你打造輪套玉書屏風，寓意添丁送子，仲有蓮花步搖，寓意貴子連連。皇后真係細心，希望順熙不負所託，能夠為聖上誕下王子。只要你同聖上心有期盼，一定會天從人願。聖上都覺得順熙懷嘅會係王子。
希望可以承皇后貴言，心想事成，呱呱落地嘅係小王子。唔使憂心，喜從天降福自來。皇后有冇聽過東苑有棵金雀來朝樹？宮中好多人言之鑿鑿咁話，只要摸到上面嘅金雀蛋，就會一索得男，連生貴子。本宮都有所聽聞，聽講以前有位妃嬪照傳言去做，最後都喜獲麟兒，所以好多人都深信不疑。係啊，不過傳言嘅事，信或會心誠則靈，唔信就會一笑置之。冇錯，心誠則靈。你而家最重要係好好保重身體，閒時多走動，咁先至可以生個肥肥白白嘅皇兒。所以你而家就要多食楊梅，早日為太上皇添孫，再飲溫蓮子茶，為聖上連生貴子。承皇后貴言。今日風和日麗，仲有你同行，肯定有喜事降臨。直頭係喜上加喜，再加喜啦！你皇兒有你，有聖上，仲有皇后愛錫，肯定係萬千寵愛，幸福滿載。唔止，仲有你同若千嘅關愛，即係五喜臨門，你皇兒必定係人見人愛，英雄氣概。咦？點解行咗嚟東苑呢邊嘅？係喎，行下行下，唔覺意行咗過嚟呢邊添。唔覺意？我話你真放肆啊！你根本就係有心過嚟睇嗰棵金乜乜樹，係金雀來朝樹啊！你睇上面真係有個雀巢㗎。講得咁厲害，咪就係樹一棵，雀巢一個。都話呢棵係金雀來朝樹，上面嘅係金雀巢。我想唔得，諗下啫。諗下都唔得。你又知我諗乜？宮中係人都知，最近傳到沸沸騰騰，話摸個金雀蛋就會一索得男啊嘛。咪就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黑都傳到變白咯。空穴來風必有因啊！聽講以前有妃嬪試過，真係成功誕下王子啊！話咗唔得就係唔得，你身為六甲，仲學人爬樹？知唔知咩叫危險啊？唔危險，有梯啊嘛，慢慢爬咪唔危險咯。梯咩梯啊？有梯我都唔俾，俾個戇公我做膽，我都唔俾你咁做。試下啫嘛，我身手靈活，反應敏捷，明明大好小抬喺眼前，你就係都唔俾。咁你又唔使咁閉翳。滿莎，搬堂梯嚟啊！係，你做咩俾我爬啦？唔係你爬，係我爬。等我將個雀巢同你搬落嚟，咁你想大力摸又得，輕力呵都得啦。總之摸到就得啦。不如等滿莎爬上去啦。唔得，你整爛點算啊？我係女中豪傑，身手敏捷，一於包喺我身上。你小心啊！你放心啦，金雀金雀，俾我借借你嘅巢，等常兄摸過你嘅蛋，好快有仔生。我哋有借有還，保證唔會怠慢。仲要睇得小心，摸得謹慎。將來皇兒誕生，必定翻嚟報恩。圓圓，走開啊！俊兒問過超兒，佢話喜歡至誠，因為個意思包含咗承歡膝下，一脈相承嘅意思。陛下同鄭超兒果然心有靈犀。其實我都係屬意至誠呢個名，克志良求，承歡膝下，既有繼承大統之意，又有歡樂滿堂之象。陛下，玲瓏公主剛才爬樹攞雀蛋，點知失足喺高處墮下。佢冇事啊嘛？玲瓏公主並無大礙，但係就砸親鄭超兒，導致胎氣大動，血流不止啊！人呢？而家太醫喺分封殿度搶救緊啊！
順熙佢點啊？順熙流咗好多血，太醫正喺入邊搶救。鄭昭儀一定會吉人天相，安然度過嘅。順熙，一定要冇恙，一定要保持平安。鄭昭儀佢點啊？回陛下，鄭昭儀血崩已止，經搶救後脈象亦都恢復穩定。咁鄭昭儀腹中嘅孩兒係咪冇大礙？腹中膿疽，我皇兒點啊？我問你，我皇兒點啊？請恕臣無能為力，無法保住陛下膿疽。順熙有喜啦！太好啦！若果你可以有王子繼後，朕就無顧無憂。只要鄭昭儀為你誕下王子，朕就會將大唐基業、江山皇權完完整整交俾你。無需原因，緣分捉緊埋殺情感，圓月總有明暗，人生會有遺憾。待你真緣淺情深，伴隨有雙份留低餘溫，情未可以自禁。
何解要我亂多半響，又再度要傷心？夜已深，段段情環耳邊穿梭，纖纖身軀撲火，花花世間百轉千彎，只等你再經過。誰來寵愛我，無法再幫助。夢太深，虛假如真，再分不清，猜不到怎結果。刻骨銘心，晚上照示在生命蠶食我，祈求不要遺下我。夜已深，自問情緣也都甘心不惜飛身撲火，花花世間涉水攀山，只等你擦身過。誰來取